一场隆重的婚礼上，却发生了匪夷所思的一幕。新娘先出手干掉了公公，然后又举枪干掉了自己的父亲，接着又挟持新婚的丈夫。她本来的愿望只是想喝杯咖啡，谈个恋爱，这对于和平年代的你来说，分分钟就能办到。可安沃允的故事却来自硝烟弥漫的战争时期。故事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，大清失去了朝鲜的宗主权，朝鲜半岛因此沦为日本殖民地。一决首领金九和金元凤转移到杭州进行抵抗。金元凤挑选了3名精英，准备去京城执行暗杀任务，但这3个人都在监狱，捞人的任务交给了一个叫连队长的，他是金九的得力干将。连队长来到天津监狱，有2个男人正在越狱，因为太过慌忙，弄了半天也开不了门。连队长拿出照片比对了下，黄德三씨，예，黄德三在监狱里面。他就是要找的目标黄德三。此人善于爆破技术，因为拿糖水当燕窝卖，被抓进了监狱服刑。另一个是邱尚沃，外号宿舍炮，十分滑头，但他是新兴武官学校最后一个成员。2人得知参加任务就能回朝鲜，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下来。随后连队长又来到满洲，他要找的第3个人是韩国独立军第3支队的安沃允，因为对上级开枪，安沃允被监禁于此。虽然他有些近视，但确实是一流的狙击手，出手快准狠，从不失手。这也是金元凤点名要他的原因。连队长将3人带到了上海法租界，按照金元凤的指示，安排他们住进了米拉波旅馆。安沃允也在这里第一次喝上了心心念念的咖啡，有点苦，放糖就可以了。他学着陌生男人的动作，慢慢变得娴熟起来。可一扭头，2人四目相对，场面显得有些尴尬。正在这时，巡捕房过来查身份证，安沃允一直观察的陌生男人却主动坐到他的旁边，还谎称他们是夫妻。安沃允也及时配合，他是我丈夫。2人顺利躲过了搜查。事后，对方将自己的围巾送给了他，表示感谢。按照约定，明天上午10点半，暗杀小组和金元凤碰头。但就在当晚，金元凤提前来到了旅馆，他给3人下达了暗杀任务，目标是日军驻朝鲜司令官川口真守。此人在朝鲜作恶太多，不能让他活着回去。还有一个叫老康的亲日派走狗，2人会在几天后在朝鲜京城视察飞机工厂，那是他们最佳的下手时机。布置完任务后，几个青年写下了宣誓书，安沃允被任命为小队队长，暗杀小组正式成立。上海一家娱乐场内人满为患，热火朝天。一个老头留下了一张纸条，然后就起身离开。夏威夷手枪5分钟后要来。一听这话，在场所有人都慌了，收拾完东西就匆匆离开，连服务员都跑了，唯独剩下几个日本人。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子弹就从窗外飞了进来。这个夏威夷就是安沃允在咖啡店遇见的朝鲜人，他是一名职业杀手，只要给他300美金，谁都可以杀。老头是他的助手，而这帮日本街溜子就是他今天的目标。刚收拾完他们，马上又来新客户了，对方让他干掉3个人，这3个人正是安沃允和他的组员，而这个客户就是那个连队长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他自己找来的人又要找杀手干掉他们。原来早年一次任务被抓后，连队长早就叛变了，他一开始就把会面时间和地点泄露给了日本人，但因为金元凤提前了会面时间，日本人在旅馆并没有抓到他们，而连队长不清楚暗杀目标是谁，这才和日本人来找夏威夷，还说3人是日本人的密探。但这次和日本人的会面恰恰被他的手下给发现了，手下准备以叛徒罪名将他就地正法，可是技不如人，一个被反杀，一个则晕死过去。眼见事情败露，连队长当晚就摸到金九的房间，翻看了暗杀目标的照片后，直接赶往京城找日本人邀功去了。另一边，暗杀小队到达京城后，在车站被一个酒吧老板娘接走。老板娘经营的场所表面上是酒吧，其实私底下是义军的联络点。大家进一步制定了暗杀计划，他们决定在加油站附近动手，这样既不用和宪兵队对抗，成功的机会也大。但就在当晚，落单的邱尚沃被夏威夷打伤，暗杀小队还以为他是临阵脱逃。가솔린 내가 맞춰。为了不耽误完成任务，咖啡馆的一名日本籍员工代替了他的位置。糟糕的是，连队长将暗杀消息报告了宪兵队，但川口司令觉得临阵退缩显得太没面子和胆量了，所以执意前行。不过让大家换了个车，但这也足以打破暗杀小队的计划。暗杀行动开始后，黄德三按原计划向汽车丢了炸弹，但发现目标根本不在原来的车上，这下不但没炸死目标，还暴露了他们的目的。
安沃允在楼上架起狙击枪，一枪一个人头，解决了围上去包围的宪兵。川口的儿子想开车逃跑，安沃允端起机枪朝他的车疯狂扫射。川口的儿子被打伤，汽车撞击一间杂货铺。安沃允想去追，却发现夏威夷正拿着枪对着自己。他看见安沃允脖子上戴的正是自己在咖啡馆送他的围巾。犹豫了半天没下得去手，安沃允则持枪扫射，逼退了夏威夷。而黄德三冲出去拦车，在丢出炸弹前被川口打成了筛子，手榴弹在他手里炸开，当场牺牲了。看到这一幕的安沃允悲愤交加，他跳下楼，端着枪去追川口等人，而老康护送着川口离开，却忘记自己的女儿还在车上。落单的美金子踉跄下车，正好撞见赶来的安沃允。看到这个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，安沃允一时分神，被宪兵队打中了肩膀。一直躲在一旁的夏威夷觉得是时候该撤退了，却被包围的日军当成同党一并抓获。新出场的女人是谁？暗杀小队的任务就此失败吗？一男一女被关在车里，准备押送到宪兵队进行审问。旁边的看守还在打女孩的主意。为了逃出去，夏威夷跟安沃允提了个建议。两人趁看守进来时，快速出手解决掉3个杂鱼。及时赶来的老头帮助他们射杀了身后的警卫。夏威夷抱着安沃允去了医院取子弹。在医院里，安沃允告知了他的真实身份，并从夏威夷口中得知是连队长要杀他们。夏威夷虽说是个职业杀手，但也不杀爱国人士。但现场看到的那个叫美金子的，也让安沃允知道了自己的出生来历。她就是老康的另一个女儿，美金子的双胞胎妹妹。婴儿时被奶奶抱走，长大后成了独立军的安沃允。等到安沃允回到住处时，见到了前来质问的姐姐美金子。双胞胎姐妹虽然在不同的环境下长大，对父亲也有着不同的看法，但母亲的照片拉近了两人的距离。交谈了没多久，楼下传来了上楼的脚步声。美金子以为是日本人，于是让妹妹躲起来，打算用自己川口未婚妻的身份帮妹妹脱险。谁知第一个走进来的是自己的父亲。还没等美金子开口说话，老康就一枪击毙了他。他错将美金子认成了安沃允。躲起来的安沃允亲眼见识到父亲的冷酷无情，他战战兢兢地翻出了旅馆窗户，魂不守舍地走在街上。车上的司机叫了他一声小姐，问他是否要回家。无处可逃的安沃允只好将计就计，利用美金子的身份回到康家。川口过来的美金子商量结婚的事情，还带上了冒充日军少尉的夏威夷。安沃允提到上海咖啡馆，告诉对方自己的真实身份。两个人用川口听不懂的朝鲜语进行对话。安沃允说他要在婚礼上进行暗杀行动，不希望他过来。夏威夷却说她很漂亮，明天会抽空过去。之前被夏威夷打伤的邱尚沃没有死，他准备继续完成任务。婚礼当天，邱尚沃端起机枪朝他们扫射，又用手雷炸断了楼梯，阻挡了一部分增援的日军。安沃允也拿起捧花一顿射击，成功击杀了川口真守。因为不知道连队长就是叛徒，邱尚沃对他没有防备，被对方打了黑枪。安沃允找到准备逃走的老康，对方一边求饶一边寻找手枪，想要故伎重演。夏威夷看到安沃允不忍心，帮他结果了老康。两个人挟持川口逃离了现场，连队长还误以为夏威夷挟持了川口与美金子两个人。他们挟持川口逃到了酒吧，连队长则带人包围了这里。他让安沃允继续假扮美金子回家，他和老头从下水道逃走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连队长早就发现了下水道的秘密，在出口处拦截了他们。夏威夷和老头都没能活着出去。1945年，抗日战争结束，朝鲜人民获得了自由。1949年，连队长因为叛国罪接受法庭审问，这个时候他已经62岁，他拒不认罪，还在众人面前展示身上多年来因为战争留下的伤疤，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抗日英雄。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被法庭释放。他春风得意地走在街上，却看到好久不见的美金子，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，然后走进了一条偏僻的院子。安沃允终于将复仇的子弹射进了连队长的胸膛。正义也许会迟到，但是绝不会缺席。